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一个人的气血是否充足，是身体强壮的基础。气血旺的人，即便是生病，经过治疗也能够很快恢复；而气血弱的人，身体的恢复就会非常慢。而我们的小腿呢，被称为是人体的第二个气血发动机，也被称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这是因为呢，我们每天大半的时间是在站立或者是坐着的，是这样保持直立的。那么我们体内70%的血液都集中在下肢，因此呢，小腿的血液循环关系着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情况。在小腿上有一条线呢，被称为是身体的疗伤线，它可以疏通我们人体的气血循环，补充气血，还能够调节身体许多的疾病。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找一下这条神奇的疗伤线。这条线是我们小腿后面的正中间的这条线，从我们膝盖后面的这个腿窝，也就是腘窝，一直到我们脚后跟这里的大筋跟腱这里。那么这条线说是一条线呢，其实它包括了我们小腿后面的围绕这条线的整个区域。那很多老年人呢，腿脚不太好，或者是有这种三高慢性病的人群，可以去摸一下他们的小腿。一般的这个小腿肚呢，都是非常的硬，而且呢，在这条线的周围会出现一些硬结、筋结、包块、痛点这样的区域。平时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呢，稍微的用手去按一下，就会感觉非常的酸痛。那这条线呢，它也是我们膀胱经在我们小腿上循行的一段位置。膀胱经我们都知道，它走的是我们整个人体的后背。那么这一段不通气血不通，有这种筋结，那么肯定呢，我们腰酸背痛的问题就不会少。疏通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双手握拳，那么把一条腿屈膝，握拳之后，用我们双手的手指的关节，双手相对，放在我们小腿的这条后面的线上，从我们腿窝，就是腘窝的这个位置，从委中穴向下推，一直推到跟腱这里，然后再从跟腱向上推到委中穴，来回的推。好，一来一回为一次，我们每条腿呢各推5到10分钟。如果在推的时候感觉中间有一些硬结硬块阻滞点，那我们可以重点的去按揉、去捏揉都可以。总之呢，把这些硬结硬块疏通开就可以。好，那么我们自己用指关节去推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方法。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家里的擀面杖去擀，是非常省力的，比我们用指关节去推要更加省力一些。把擀面杖呢放在自己小腿的后面，双手握住擀面杖的两端，从上往下擀到我们跟腱这里，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擀，是非常省力的。特别是有人呢，这个手感觉没有力气，感觉这个腿酸或者是硬块自己推不开，那么我们借助一些小工具，像擀面杖就是非常好的。好，当换另一条腿呢也是一样，我们在擀或者是在疏通的时候，可以隔着一条比较薄的裤子，那么也可以不隔裤子，直接在皮肤上进行，但是呢，穿得太厚就不可以了。好，用擀面杖从自己小腿的中间上下来回的去疏通。那如果我们在家里帮父母去疏通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让父母趴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这样再去做呢，就会比较省力，而且呢，疏通的效果也会非常好。左右腿各5到10分钟，这个时间不限制，我们每天早中晚任何时候都可以做。那很多人感觉呢，在疏通的过程中，自己好像脚慢慢的变暖和了，身体甚至是体温都在慢慢的上升，那这就是我们全身的血液在循环起来的一种非常好的表现。疏通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再去按揉一下自己的跟腱，可以检查一下自己2条腿的跟腱这个软硬的程度，也就是这个跟腱的张力是不是一样。如果说发现了有一边比另外一边硬的情况，那么说明呢，我们可能这个腰椎或者是这个腰椎间盘这个肌肉各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导致我们走路的姿态不太正确，那么出现了这2边的跟腱它的硬度不一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着重的去
按揉一下比较硬的那一侧。不仅是气血不好的人需要去经常疏通小腿后面的这条线，还有腰背痛的、高血脂的、高血压的，都要去疏通一下这条疗伤线。还有一些下肢比较肥胖的人，小腿呢往往也是又粗又硬。那么通过疏通这条疗伤线呢，能够减少下肢的肥胖。之前也有朋友留言说呢，自己经常感觉到自己小腿和脚踝是冷的，那问呢是什么原因？其实怕冷的表现肯定是之前呢有不小心受过寒，有可能是自己踩过冷水，或者是脚踝吹到了空调。那么我们不用去管这个原因，既然有寒，我们就解决有寒的问题就可以了。我们整个小腿的气血畅通了，寒邪也就能够被排出去了。那今天这个疏通疗伤线、补充气血的方法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呢，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再留言给我，我会在后续的视频当中继续为大家解答。谢谢大家。